大家好，今天来汇总几个标签使用上面的小技巧，并且介绍跟标签相关的几个外挂。通常我们在笔记里面要找到需要的内容的时候，我个人首先会使用全文检索，透过全文检索输入了关键字以后，来搜寻到自己想要找的资料。但是虽然 Obsidian 的搜寻功能已经算是很强了，但是在我还是没有办法透过全文检索来找到需要的内容的时候，我会再透过标签的检视来做进一步的查询。另外我们也不要忘了Obsidian 所有的档案其实都是在你本地端的硬碟里面，因此在 Obsidian 的全文检索里面找不到，也没有办法透过标签来寻找到需要的内容的时候，最后的一个方法其实就可以使用文字编辑器或者是命令行的 grep 等等这一些资料来对本地端的硬碟里面的这些笔记做全文检索，这个是最后的一个方法了。如果你透过这几个方法都没有找到，那表示你平常在做标签或是在做分类上面可能使用的一些应用的方法上还要做一些变更，才有办法让你在事隔多日以后还能很精准的找到你需要搜寻的资料。这支影片主要就是汇总了几个在标签上使用的常见的问题，还有 Obsidian 标签的种类，通常它的使用的方法，还有我在实际使用上面的几个处理的方案。如果各位观众有更好的搜寻资料的方法的话，也请提出来讨论，让大家能够从中借鉴，以更方便的达到个人知识管理的一个目的。首先我们先讲一下在使用标签上面最常碰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标签过多，标签过多以后呢，当然就会造成有可能名称不一致，将来你不管在管理或是搜寻上呢，都会造成问题。这个是我觉得标签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笔记的输入会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过程，在标签的使用上呢，有可能会面临到使用的名称不一致这样的问题。标签过多就会对于精准的找到需要的内容会造成很大的困扰。接着就是 Obsidian 标签的分类。Obsidian 的标签有两大类，第一个就是笔记的标签，也就是整个档案里面的标签，通常我们会把它称作就是笔记标签。这个笔记标签呢，通常会把它写在页膜区里面，或者是在本文区里面呢，用井号开头独立的一行。当然了，写在页膜区里面可能会是更常见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类别呢，就是所谓的 inline 标签行内的标签，文章内容的区块的后面加的这个标签。如果是行内标签的话，它在区块文字跟你的标签中间至少要有一个空白，这样子才有办法形成正确的行内标签。第三个，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标签使用的方法。通常标签的使用会有两种方法，第一个就是使用内容的标签，就是方便以后的搜寻跟联想的这种笔记属性的标签，比如说旅游或者是 AI 等等类似这一些可以用于做分类的，或者是笔记的外在属性的，比如说阅读笔记里面作者的姓名啊、出版等等这些日期，这一些就可以把它归纳成是内容的标签。另外还有一种使用在状态上面的标签，我会把它称作是场景的标签，比如说井号 to do、井号 important、井号 next week这之类的状态的标签，象征了这一篇笔记它目前的一个场景状态。但是我个人并不会使用这种场景标签，我通常会是使用Kanban这一个外挂来做管理的。另外 Obsidian 的标签其实是可以做成槽状式的，也就是多阶层的标签，但是我个人的使用习惯，我没有使用这个槽状式的标签，我还是使用单个的这种扁平式的标签。好，那接着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可以增进标签使用的一个外挂。这个外挂是一个日本朋友写的，叫做 Tag Folder， 也就是把标签当作是像资料夹一样的阶层的方法来做呈现的。下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Tag Folder 它能够达成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现在有3个笔记，第一个笔记叫做 apple.md， 第二个笔记叫做 peach.md， 第3个笔记叫做 strawberry.md。 apple.md 里面呢定义了2个标签，分别是井号 red 跟井号 sweet， 表示 apple 呢是又红又甜的。 peach.md 是使用了井号 sweet， strawberry.md 是使用了井号 red。 在搜寻的路径上Tag Folder 就会变成可以让我们用4个方法来搜寻到它。 Apple 这个笔记可以透过井号 red 跟井号 sweet 都可以搜寻到它， Apple 就是有这2个标签。同时透过 Tag Folder 就可以又多出了2个路径，就是可以从 red 的下一层呢有一个 sweet， 透过这个路径也可以找到 Apple，
或者是倒过来从 Sweet 到 Red 也可以找到 Apple。后面这2个路径呢，就是 Tag Folder 额外生成的，所以它就会形成了多阶层的标签搜寻的路径，可以更方便的让我们比较精准又方便的找到 Apple 这一个笔记。Tag Folder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其实就是用连集的方法，把所有的标签的各种组合都给呈现出来。当你笔记里面的标签越多的时候，那这一种组合就越多，就更容易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找到这一个标签了。Tag Folder 还有几个特点，首先就是它有一个额外的标签叫做底线 Untag， 它会把没有标签的这些笔记全部都列出来。透过这一个标签，就可以把没有写上标签的笔记都找出来。有空的时候就可以逐一的帮这一些没有标签的笔记加上需要的标签。还有标签的核心外挂，当你点击了某一个标签的时候，它就会马上做标签的搜寻，因此会多一个标签的一个时间。但是 Tag Folder 它是在启动的时候就会自动产生好搜寻的这一些索引的动作，因此当我们点击了某一个标签的时候，它会马上显示出符合这个标签的所有笔记，不会再有一个搜寻的这个时间。另外它也可以有一个 Ignore Folders， 可以把某一些不需要做标签搜寻的这一些资料夹排除在外，因此放在模板里面的这些标签就可以从标签的清单里面把它给排除掉。还有它的右键功能表也提供了很多方便的功能，可以把常用的标签给钉选起来。另外 Tag Folder 的右键功能表也提供了很方便的功能，可以在标签上面呢点击右键，在这边会有一个 Open Scroll View， 它会把整个所有这个标签里面的档案的内容会产生出一个独立的分页。那在这个分页里面呢，就是你点击的这个标签它所有的内容，这样子就可以透过这一个窗格呢，很快的看到这一个标签里面所有的笔记的内容，就不用再一个一个去点击打开它。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功能，可以把标签所有的内容整合在一个窗格里面。那另外在工具列上面它也多了很多的功能，比如说这个排序，它可以针对你的标签来做排序，或者是这个标签里面的所有笔记档案呢，也可以做不同的排序。像我这一个画面上面是标签，下面是符合某一个标签的所有档案的内容，在这边都可以针对这2个窗格做不同的排序，然后你也可以去选择要显示的标签的层级，是要到第1层、第2层、第3层，或者是没有限制。这个可以限制你需要看的标签精细的程度。那你也可以做过滤的动作，比如说你可以把需要的内容输入，它就会做一个过滤的操作了。没有这一个过滤内容的这一些标签就不会出现，对于过滤特定内容呢，可以有很大的一个帮助。Tag Folder 的功能其实非常多了，各位可以自己来尝试，可以从它的操作上面应该可以找到它更多方便的地方。最后我们就来讲一下标签碰到的问题，还有可能的解决的方案。在标签过多的状况的时候，可能你可以使用多重的标签，也就是你的标签可以从多种不同的面向来针对你笔记的内容来输入，这样子可以从不同的路径来找到它。名称不一致的方法可以使用 Tag Folder 的 Pin， 也就是常用的标签，透过 Tag Folder 可以把它给钉选在选单里面，因此每一次要给新的标签的时候，透过这个钉选就可以更清楚的找到最近常用的这些标签的名称，可以减少标签名称不一致的状况。在管理困难上面，可能就是必须使用 MOC 或者是使用 Data View 的方法来产生出标签的所有的链接的笔记的内容。经常透过 MOC 或者是 Data View 来查看这一些标签，就可以比较好的增加管理上的便利。另外一个我们很常用在标签管理上面的外挂，就是这个 Tag Regular。那透过这个 Tag Regular 就可以对标签做重新命名或者是搜寻。那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的，就是在核心的大纲面板上面按下右键，在右键这边就可以针对这个标签做重新命名。那重新命名之后，所有笔记里面使用到旧的标签的地方就会被更新成新输入的新的标签，也可以做搜寻，也可以做排除搜寻等等。那这个是在标签管理上面很常用的一个外挂。今天就是简单的介绍了跟标签相关使用的几个应用的场合，还有 Tag Folder 可以简化在标签管理上面的工具。希望今天介绍跟标签相关的这些内容可以对你在 Obsidian 的使用上有一些帮助。如果您觉得我介绍的 Obsidian 知识对你在平常操作 Obsidian 上有帮助的话，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谢谢各位。